照顾福宝的徐奶爸竟是被粉丝气走的，难道网曝国内饲养员就是爱熊猫吗？近日有不少去神树坪的姨姨们发现福宝已经换饲养员了。虽然新奶爸奶妈也很爱护熊猫，可福猪猪转头看到2张陌生面孔后，没有安全的她还是被吓了一跳。估计宝贝也在怀念徐奶爸吧。要知道小公主因为假孕食欲不振，200多斤的她明显瘦了好几圈，更是没有前几天活蹦乱跳的精神。平日里不是趴着发呆就是呼呼大睡，这副样子让姨姨们忍不住揪心。某些过激的粉丝看到福宝在韩国留学期间和现在的落差后，将孩子身体不好怪罪到奶爸身上，不是称徐奶爸没能力照顾熊猫，就是让他把福猪猪还给江宋2位爷爷。更过分的还有去神树坪围堵徐奶爸的。原本拿着工具打扫卫生的他，耐心放下工具解释，却受到一声又一声诋毁。影响他的工作了哈！奶爸真的在这段时间受到太多恶意，就算老徐再坚强，也总有受不了的一天。毕竟打心底里爱护福猪猪的他，换来的却是粉丝的谩骂。然而福宝假孕和饲养员又有什么关系呢？老徐只是个普通熊猫饲养员，已经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好一切了。福宝浑身没劲不肯下班的时候，是他苦口婆心劝宝贝闺女回家休息。小波，假孕期间的福猪猪没有胃口，他就亲自上山砍竹子。如此兢兢业业的事事为熊猫着想的奶爸，怎么可能是某些粉丝口中的不负责？虽然父女俩相处不到半年，可徐奶爸的好是国人都看在眼里的。他会主动帮福猪猪按摩捏捏肩，一言不合就摸大闺女脑壳。福宝在外场营业，他就在不远处看着，简直把对方放在心尖尖上宠。很多粉丝诋毁奶爸没像韩国爷爷那般给福宝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老徐没有回复，只是用实际行动证明一切。福宝偷看不想上班的时候，他拿着小苹果唤醒沉睡的宝贝闺女。哎呦，点早人咋了？还没睡醒吗？奶爸还经常调皮的吐槽小家伙，一看到福猪猪帮到忙就忍不住开麦。喊你帮忙，你不是喊你帮倒吗？哦，虽然是调侃，但语气却满是宠溺。只可惜徐福记已经有了分开的迹象，不敢想象奶爸迟迟不来，福宝该有多难过。熊猫饲养员有多卑微，有的跪求孩子回家，有的被孩子关进笼子。明明高温不适合外出营业，可惜贪玩的冉冉仔一心只想出门。奶爸扒拉完这个揪那个，无奈之下只能跪地上拼了命堵住熊洞。最后还是奶妈眼疾手快，回到内舍把2小只拽走，奶爸这才脱离苦海把门关上。虽然明确规定动物不能表演，但架不住冉冉仔是个敬业熊。与之相反的就是面面奶爸，甚至还当着他的面扔掉窝窝头。久而久之，曾经阳光开朗的奶爸逐渐抑郁，满脸沧桑坐在门口。这一幕，知道的是饲养员哄孩子吃饭，不知道的还以为面面奶爸被熊猫关监狱了呢。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除了把国宝当祖宗供的熊猫饲养员，就连外教老师也逃不过，只是为了求轮回这个犟种上课。不过论熊猫圈脾气最大的国宝，还得是天津的二姑奶奶喜乐，毕竟饲养员真的把他当祖宗供着。现在能还我了吗，猪猪？那还我吧，行吗？行还。从没见过哪个饲养员投喂熊猫，连笋带筐都被抢走的。冯奶爸再气也只能温柔细语哄孩子，不免让人想起来同样很能忍的土豆奶爸。调皮的咸咸仔一把掀翻盆盆奶，奶爸看到这一幕都快要气晕了，但内心 OS 国宝这可是国宝，惹不起，只能蹲地上用手擦起来地上的残渣。然而熊猫闯祸不是什么大事儿，收猫才是最让饲养员头疼的高难度任务。为此奶爸奶妈还练就爬树技能。相比之下，黄脸奶爸的地位就更低了，即便是给萌萌加餐，也得运用各种工具放到闺女眼前，要不然萌太后压根就不会搭理他。除了滚滚们一个比一个脾气犟之外，饲养员还得随时担心自己被熊猫网暴。虫虫上一秒还在干饭，下一秒就爬到椅子上拿着铁盘，恨不得昭告全天下自己吃不上饭。估计饲养员早已哭晕在厕所，不给他一个熊猫界奥斯卡男主角说不过去了，更别提林岩那个废头子。这小子一言不合就玩起来冰块，甚至还加大火力往嘴里塞。雷达奶爸跳进黄浦江也洗不清了。他又要去玩冰去了，你真的要让我死网上吗？林岩，我给你放个悲催点的音乐吗？我真服了。很难不怀疑滚滚们看过《孙子兵法》，只能说熊猫能成为国宝都是有原因的。眼前这个被窝窝头砸到上演1秒昏厥的熊猫就是萌大，800个心眼的他有多搞笑？给他一根绳子，他能现场上吊；给他一个竹筐，他能把自己变成食蚁兽；给他一个毛巾，他能搓出来火花；给他一群游客，他能现场变身花洒。有次萌兰来找大哥唠嗑，这小子二话不说就尿进3弟嘴里。
反应过来的萌儿差点疯了。难怪都说萌大是不讲武德的熊，自带倒霉熊体质的萌哒哒总能在无意间翻车，好好的树都被这小子给做秃了，就连在桥上走2步也得他。或许是因为一次又一次的意外，萌大逐渐警惕起来，心眼子越来越多。光头奶爸好心拿着水管帮他洗澡，这小子却误以为对方害羞，转头就对着门口泼水。干完坏事儿还不忘挪一下水盆蓄水。萌大有时候不想吃窝窝头，精通人情世故的他不愿意驳奶爸的面子，他就把窝窝头夹在脖子底下，玩起来消失术，把奶爸骗得团团转。当饲养员对着萌大扔来窝窝头时，挑食的他可吃不了一点，于是将计就计，当着奶爸的面碰瓷。这一临场反应够明星学好几年的，毕竟爱笋如命的他，眼里压根就容不下其他东西。这天萌哒哒在外场干饭的时候，听到不远处传来一声巨响，宝贝吓得仓皇逃跑的同时，还不忘回头拿走自己最心爱的竹笋。这小子还晋升成眼王，只是为了能无时无刻吃笋笋。上一秒还当着奶爸的面吃竹子，对方一走他就把竹子扔了，毫不犹豫地拿起笋笋大快朵颐，内心 OS 这才是配得上本太子的美梦。而萌大看到粮食不够吃，就会拿着竹筐敲门，本来是想让奶爸给自己装满笋笋，可对方无情地丢过来一块窝窝头，搞得这小子装也不装了，一气之下把刚才的竹筐都扔了。除了心眼子贼多之外，萌哒哒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的大头，沉重到每天都得拿东西撑着，不是拿着木头夹脖子，就是把大红球玩具放在下巴那里。其他小熊拿来竹竿都是吃，唯独萌大充当自己的电头器。这小子还是个迷之自信的男熊，尤其是最近沉迷于晒蛋，游客都看不下去这小子耍流氓了，不懂就问萌大是不知道自己只有一个吗？要让隔壁的萌二看到后不得笑疯了。只能说萌家的孩子没有不搞笑的，萌大绝对是走在整活前列的熊猫。来真的有把熊猫当成自己孩子的饲养员。发姑奶爸把最爱的萌兰纹在了手臂，萌尔是他一手养大的孩子，之后生小班萌兰不得不离开奶爸，父子俩的最后一次见面，萌兰紧紧抓着对方的手不肯放开。虽然发姑奶爸照顾过不少小熊，可萌儿永远是他最偏爱的儿子。给花花和叶准备蛋糕的时候，还不忘记挂着同天过生日的萌兰。我记得您有个儿子今天也过生日。我儿子多了，说的是萌兰吧，对吧？在北京呢，他也生日快乐呀，而且不晓得嘛，今天我回去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视频。此时的发姑奶爸已经眼角带泪，亲手养大的毛孩子怎么能不想念呢？要知道他已经和萌兰分开好几年了，如今还对着自家小孩念念不忘。一人一熊的爱意绝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而功勋大熊猫凉凉同样被饲养员带大，王万明爷爷把他当成儿子宠，不是上山砍新鲜竹子，就是一大早就基地门口领伙食。可就在情人节那天，凉凉还是死在他怀里。最后他死在我怀里了，因为我就抱着他的头啊。唉，死后的凉凉被制成标本放在国家博物馆，可王万明数十年都不敢去看一眼，他不敢接受对方去世的现实。好不容易鼓足勇气看望凉凉的时候，王万明爷爷无措地挥了挥手，转身的那一刻再也忍不住泪水，可他还是强撑着向游客介绍孩子的功勋事迹。这只熊猫叫凉凉，从它1岁我就养它，它是咱们全国大熊猫的这个功勋爸爸，没有它就没有现在的熊猫种群。王万明临走之时也只能说上一句：“宝贝儿，你听不见了。”凉凉和王万明爷爷的故事，不免让人想起来蔓越莓与杨奶爸。他同样是奶爸一手养大的孩子，也是在成年后肩负起种群繁衍的责任。离开老杨身边后，成为新一代种工。虽然父子俩已经分开近10年，可杨奶爸还在想着好大人，参加综艺节目也要将蔓越莓挂在嘴边。而蔓越莓前段时间身患血管瘤，宝贝不肯好好干饭。杨奶爸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赶来，像儿时那般亲手照顾宝贝儿子。蔓越莓也因为亲奶爸的到来食欲大增，努力吃胡萝卜的同时，还深情地看着对方。熊猫不会说话，但他们什么都懂，饲养员的爱意又怎会看不见呢？怎么说国内从不缺好的饲养员？他们10年如一日的坚守，换来了熊猫的幸福。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很艰苦的，在卧农。班车一天只有1次，出去就不进来。在大熊猫不被广泛关注的那个年代，即便饲养员的工作环境艰苦，可徐亚玲奶妈还是一路坚持了下来。她从卧龙到雅安，再到都江堰，守护熊猫的工作占据人生好几个10年。然后在雅安工作10年，差不多又调过来，雅安10年，卧龙10年。每一只大熊猫都被她当成孩子照顾。即便有些被租借到国外，徐奶妈也从未忘记。养得多，养的有正台大熊猫，有那个去国外的，
有去新加坡的。多年过去，徐奶妈也逐渐有了白发。可身为康养区的熊猫饲养员，最痛苦还是亲眼目睹一个个熊猫的离去。面对一群25到35岁的熊猫，奶爸奶妈每天都在提心吊胆。即便他们照顾毛孩子百般细心，却还是抵挡不了对方患各种老年病。最开始走路颠簸，然后慢慢前肢都动不了了，后面就只能躺着来吃东西。不敢想象他们该有一颗多强大的心脏，才能一次又一次坦然接受分别。我们熟悉高老爷已经32岁高龄，别看他被养得白白胖胖的，没任何岁月痕迹。可他却被疾病缠身，不仅有高血压和脊椎问题，白内障也是越来越明显，随时有失明风险。可饲养员们能做的只是对康养区的熊猫竭尽全力爱护。陈奶爸大半夜也要去看望孩子，看到高高睡着的样子后，才肯放下心来。让我睡觉，它真的好可爱哟，倒着睡，把脚搭在高的地方。此外，老年大熊猫的饮食也是饲养员需要格外关注的问题。有的大熊猫不吃窝窝头，他们就单独开小灶喂孩子喝玉米糊。面对牙齿磨损严重的滚滚们，奶爸奶妈直接将竹叶胡萝卜捣碎，一口一口喂到对方嘴边。鹏鹏临终前也有奶爸用心照顾，父子俩还握手深情对望。大熊猫英英即将去世的那段时间，饲养员们轮番守护孩子，挨个唠嗑陪对方打发无聊的时光。有时候就会摸一下他，就是跟他说下话，就是英英你是不是不舒服啊？你咋个起的啦？或许生离死别对饲养员来说痛苦万分，可他们怎么舍得毛孩子临终前独自一雄呢？